好，那我们接下来讲的这个是random walks， 好 ，random walk 是另外一种的 approach 哈。那我们想说的是说这个 random walk approach 其实是跟之前讲的这个方法哈是有相当程度的关系。好，那我们等一下会来看，之前讲这个 energy minimization 跟这个 random walk 其实最后会得到一样的答案。不过各位可以发觉说它的从解释角度的不同哈，我们会发觉好像对这个问题有了另外一种层次的这个理解哈。那我们来先说明一下这个 random walk 它的definition 是什么哈。那 random walk 是假设我们一维的来看好了哈。那一个 random walk 哈，我们要记录的是说它每一步它走的方式跟它最后会落在哪一个位置哈。那我们每一步我们就说哈，它可以是在这个一维的这个状况之下，说是往左走或往右走哈。那往左是用-1来代表，往右是用正1来代表。那走的过程哈，我们随时记录了它的位置哈。那么假设从 t 等于0的时间开始哈，我在处在这个原点的部分，所以我就是 x0 等于0。那之后呢，我每一次都是选择往右走或往左走哈，所以 xt 就等于 xt minus 1加上 zt 哈。那最后所有的步伐哈加起来哈，那就是我们最后的位置哈，这个就是所谓最后的 xt 哈。那这是 random walk 的定义哈。那我们把之前的这个 energy minimization 的 approach 哈放在这里来看看哈，它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不同的说法呢哈。那我们之前讲的在 energy minimization 的计算当中哈，我们有计算一个所谓这个 alpha L 加 m 哈，这个就是我们最后要计算说它的 inverse 哈，来求得这个最后的 u 这个答案哈。那我们把这个 alpha L 加这 m 呢，这个矩阵把它改写一下哈，改写成说 n 乘上 i 减 q 哈。那 n 其实是一个所谓的根据这个对角线来做 normalization 的这个diagonal matrix 哈。那 q 呢是把它设计成是最后 i 减 q 乘以 n 左乘 n 哈，会等于这个 alpha L 加上 m 哈。那我们来看看 q 长什么样子哈。那我们先说呢，这个 alpha L 加 m 哈，如果 invertible 的话哈，那它的 inverse 那乘上 u naught 哈，会等于说 i 减 q 的 inverse 哈，乘上 n inverse 乘上 u naught 哈。那当然这边都要说明在理论上说明说这个 i 减 q 是 invertible 哈。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被证明的哈，因为这个 q 的所有的 entry 哈，它其实都是小于1的哈，所以其实 q 它是一个 convergent matrix 意思就是说它算了很多次以后，它会趋近于0哈。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算它整个这个qi 哈 q 的 i 次方 summation 哈，它的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哈？那其实呢 qi 的 summation 它是等于 i 减 q 的 inverse 哈，意思就是说 qi summation 它是 i 减 q 的这个矩阵的这个反矩阵哈。那这件事情是可以被证明的。好，那我们把这个原始的 alpha L 加 m 把它写出来哈，那长得是这样子哈。那第一列跟最后一列分别是 alpha 加1，然后跟负 alpha 哈。那最后一列是负 alpha加1。那中间的这2、3、4、5列呢，就是对角线是2阿法，然后负对角线哈有2个都是负阿法。那一样我们可以看出来说，每一列好它的这个加总是为0的哈。那这边但是根据说不同的阿法哈，我们会得到一个不同的结果。那 n 呢 ？n 这个矩阵它是一个对角矩阵哈。那 n11哈跟 n66好，就是说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它是阿法加1好，然后其他呢2、3、4、5的对角线呢，好，这个都是2阿法哈。那其他的 n 都是为0的哈。
那在这种设定之下呢，哈，那我们来看看 Q 是什么呢？哈，那 Q 长成这样子哈，就是第一个 row 它是0，好 alpha 除以 alpha 加1，那后面最后一个 row 是倒过来的哈。那中间的这几个 row 呢，我们会看出来说它都是1/2、0、1/2哈。那它代表什么意思呢？哈，我们可以其实来想想看，我们在对照这个 random walk 的做法呢，那它的我们先看中间的2、3、4、5这个 row 哈，那它代表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代表是说，我现在在圈当中的某一个点哈，那下一个 moment 哈，我可以用1/2的这个几率往左走，用1/2的几率往右走，那接下来呢，我可能会走到哪些地方哈？按照我的几率来看哈，那这就是 Q 的一种这个 random walk 的解释哈。那我们再来继续来看，好，就是 QI 好，其实它代表的是什么 transition 呢？就是说我现在从某一个点出发好，然后在这个 I 个步伐之后呢，落在另外一个点的几率好，那这次是用 QI 来代表。那这个 summation IQI 好 ，I 从譬如说哈，从第一步哈到第 K 步哈。那结果它代表的意思，我不管是用第一步或用第二步哈，就是说小于等于 K 步好，那从某一个点出发，然后之后到达另外一个点几率好，这各式各样，就是说可能是1步，可能是2步，一直到第 K 步好，那各种可能的步伐好，小于等于 K 步好，这样子的步伐会走到另外一个点，它的几率是如何？现在呢，我就可以来看出来说 ，summation I 从0到无穷大，它代表的意思哈，其实是什么呢？哈，它代表意思从某一个点出发，然后走到其他的点，然后它的几率是如何哈？或者从某个点出发，好走到不管是要多少步伐哈，走到另外一个点的几率是如何哈？那这边当然是这个时间可以拉到非常长。好，那这边 summation I UI n inverse U not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哈，那这边这个式子大家如果还熟悉的话，就是代表说我们这个刚刚 energy minimization 哈，用 random walk 的角度来看哈，那它得到的这个 solution 哈，意思就是说这个 energy minimization 的 solution 就是写成这个可以用 random walk 的方式来改写成这样子的这个结果哈。那这边 random walk 的解释是什么呢？哈，其实它可以想象成哈，我现在好假设说我要算3这个点好，它的最后这个 energy minimization 的结果是什么呢 ？random walk 的这个解释就是说哈，我从3这个点开始哈。往左走或者往右走哈，那或者说走了很多步之后呢，我猜测哈，或者说我期望它最后落的这个点的这个期望值是多少？那当然我可以知道说，真正有值的就不过就是1或者6，意思就是说3这个点，它如果最后落到1，好，那我们就说值是1。如果说落到6，我就说它的值是6。那但是呢，走到1跟走到6的它的几率不一样哈。那通过了无穷多步之后，把各式各样的 path 的这些几率乘上它的值，算出来就是我们说从这个3这个点出发，经过无穷多步的 random walk 哈，它最后会落在那个点的这个期望值是多少哈。那这边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 random walk 它当然是可以从朝左走或朝右走哈。那走到1跟走到6的之后呢，它怎么样来描述它的性质哈？我们并没有强调哈。我们定义的 random walk 在这边代表的是说哈，从2、3、4、5这4个点哈，它下一步哈，它的 random walk 都可以是1/2的机会往左走，1/2的机会往右走。那如果走到 boundary 的话，那它的做法是怎么样呢？那我们就会说，是阿法除上阿法加1的机会哈，会反弹回来，然后呢，1除以阿法加1，就是阿法加1/1的机会会留在原地哈。意思就是不管是 boundary 是1或者是6，
它的这个几率都是说用阿尔法加1/1会留在原地，然后剩下的阿尔法加1/阿尔法会反弹回不管是2或反弹回5这个位置哈。那这样子的random walk 呢，它其实具有一些很有趣的性质哈。那我们分别来探讨。那我们说这个 random walk 哈，在 interior point 它就是分别是往左走、往右走，分别是1/2。可是碰到 boundary 的时候呢，它的表现会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情况哈。我们来分别来探讨。比如说第一种 case 哈，我们说阿尔法是趋近0的情形，那这时候呢，random walk 的表现呢，我若从6开始，哈，设想我们从6开始，那下一个 moment 我会走到哪里呢？那我会排在6，这个几率是趋近1的哈。然后呢，走到5的机会是趋近0的哈。那这种状况之下呢，哈，我若要说我的 initial position 就是6。那我说好，我要期望，我们来算它的期望值。那当然一定应该是非常非常接近6的哈，因为它几乎是不会从6跑出去到其他的位置哈，所以我们算出来它的期望值是接近6。那我们对照我们之前 energy minimization 的说法呢，就是说阿尔法趋近0的时候，就代表我们几乎没有这个 smoothness 的 term。好，换句话说呢，在这个所谓的这些 boundary 的这些 point 算出来的这个 u。应该要越接近 U0 越好，哈，我们会非常的忠于这个 initial data 哈，所以算出来这个6这个点这个 value 会很接近6，好，要有多接近就有多接近，好，那这是第一个 case， 我们把它的 boundary 啊叫做 absorbing boundary 哈，意思就是说我一旦不管是我从一开始我就在6这个点，或者说我在这个 random walk 的过程当中。跑到了6这个点，那一旦跑到了6这个点之后呢，这个 random walk 就几乎在这个6这个地方就停在那里了，好，不会再走到其他地方，好，那这是所以我们叫做 absorbing boundary 哈。那第二个 case 呢，哈，我们会说，当阿尔法趋近无穷大的情形是什么呢？那阿尔法趋近无穷大的情形呢，哈，我若从6这个点开始呢，那还停留在6这个点，下一秒还停留在6这个点，它的机会是趋近于0的哈。那会以趋近于1的这个几率呢，走到5这个点。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它代表的意思是，就是说，如果我今天从6这个点出发哈，那它下一秒几乎一定会在5这个点，然后之后会跑到。用一样就是用各1/2的机会走左边或走右边，但是就算再走到了6这个点，还是立刻就反弹，几乎是以接近1的几率再反弹回5。好，那这种状况之下，我要来算说期望值哈，就说我如果从6这个点出发，最后会停留在哪个点的期望值呢？那可能就是1跟6的平均值哈。那对照我们之前讲的 energy minimization 呢，如果今天阿尔法设的非常非常大哈，那意思就是说我的 initial value 几乎是不是那么重要？这种状况之下求得的值哈，会从头到尾从1、2、3、4、5、6这个6个点都会非常接近平均值，也就是 3.5 的部分哈。那这个 case 我们叫做 reflective boundary， 意思就是说我们想象这个random walk 走到这个 boundary 的部分是会反弹回来的哈。那第三个 case 呢是阿尔法等于1的情形，它相对来说这个 random walk 就是在6这个点呢，它如果说下一个时间点，我们会说开始的点是在6这个点，那下一个时间点有1/2的机会会回来这个原来6这个点，或者停留在6这个点，那有1/2的机会会走到5这个点哈。那结果呢，就是说会介于 absorbing boundary 跟这个 reflective boundary 这样子之间的这种 case 哈。那对照的这个 energy minimization 它得到的结果，最后6这个点算出来的答案，它会小于6啊，但是呢，也不会是刚刚好会是接近全部1跟6的平均值 3.5 的部分哈。那这是 random walk 的一种对这个 energy minimization 的这个解释。我们 summarize 一下，这个 energy minimization 跟 random walk 它其实会得到完全一样的答案。不过呢，它是
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说这个整个 smoothness 这样子计算过程所代表的意义。那接下来我们讲另外一种这个 random walk 叫做 decay random walk 那我们之前回忆一下，我们之前讲这个说 energy minimization 它有分成2个 turn， 那一个 turn 是所谓的 data fitting turn 就是在这个 boundary 的部分，我希望 u 跟 u not 要尽可能的越接近越好。那另外在 interior point 呢，我就说这每一个点要跟它的 neighborhood 越接近越好。那当中有一个 alpha 的调控参数。那这个 decay random walk 呢，其实是对应的说，我们把只在说所谓的这个 boundary 的部分有值的这件事情呢，把它调整说在任何一个点都有值意思就是说我在任何一个点我都有 define 我的 u not 然后呢全部第一个 integral 在这个 omega 这边我希望所有的地方都是能够 u 跟 u not 越接近越好，因为我每一个点我都有 initial data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新的这个设定那这样子新的设定理论上来说是可以说明是这解法之后是比较少有机会会碰到所谓的这个 singular matrix 就是说我们在解这个matrix inverse 的时候比较不容易碰到这个 singular matrix 那我们对照的这个 energy minimization 的function 呢我们以矩阵的方式来写就是写成我们原先有的 u1 减 1 平方u6 减 6 平方那还有多了一个就是在这些 interior point 都有 ui 减 m 的平方那这边的 m因为现在是所有的点都有 define initial value 那我们这边的 m 是设定成所有的值的平均值譬如说1跟6的话，平均值就是 3.5 然后在这些 interior point 我们是 m 是设成 3.5 那最后呢，我的 matrix 的呈现方式就是写成这样子就是 L 是 D 减 A 它就是第一行是1跟负1，最后一行是负1，那中间的都跟之前的没有变那另外呢，这个 u not 是写成这样子就是1，然后跟6，然后中间都是 m 那这边我们要注意到说它的那个 matrix 跟之前的 energy minimization 的这个 matrix 就是 D 减 A 其实是一样的，那所不一样的是说这个 u not 它跟之前的是有所不同那这边是稍微要注意一下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到目前为止做一些小小的 summary 就是我们讲了 diffusion 然后讲了 energy minimization， 再讲了这个 random walk 那这3个都可以视为是一个不同的说法，说明说给了一些 initial value， 然后我要求一个相对比较 smooth 或者说 noise 比较少的 value 或者说这个 value map 那它是长什么样子那我们就说呢，这个 energy minimization 跟 random walk 它会计算出同样的结果，只是它的是一些不同角度的看法来看一个同样的计算结果的事情然后呢，那个 diffusion 呢，它其实是会计算出不同的结果那我们说呢 ，diffusion 跟 energy minimization 跟 random walk 它有什么差别呢？那 diffusion 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 hard constraint， 就是说我基本的这些data那我要求是100%的忠实这些 initial data 那 energy minimization 跟 random walk 它其实算出来结果是一样的，然后呢，它的结果并不是会100%的忠实原来的这些 initial data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说，在这个计算上呢energy minimization 跟 random walk 它有什么不同呢？其实 energy minimization 它其实最后会是计算一个这个 matrix inverse 那这 matrix inverse 的计算其实有一些方法来让它速度变得比较快那另外呢random walk 的方式是 Q 这个矩阵上来做展开，算它的无穷级数，一步一步的逼近。那这样的 random walk 的计算在经验法则上知道都是它其实是运算上是相当的耗时的所以说它比较不会那么的有效率，跟这个 energy minimization 的这个做法来相比的话，好，那这就是这边的课程谢谢各位。